史蒂夫曾是一名流浪汉，过去的10几年里，他和女友的生活一贫如洗，常常需要朋友接济才能勉强维持生计。然而2023年，一封突如其来的遗产通知彻底改写了这对情侣的命运。穷苦半生的史蒂夫突然得知自己竟是超级富豪的亲戚，并且将要继承一笔超过30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Well, he said the original was like 21 or 27 million, but he said it had just sat in this account, so it had accumulated interest as well. 那么这笔巨款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故事？这对落魄情侣的生活又因此发生了哪些转变？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麦诺特市。该市位于北达科他州中北部，临近加拿大边界，常住人口约为48000人，是北达科他州第4大城市，也是沃德县的县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蒂夫，出生于1972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是一名社会边缘人，年轻时曾经历过2段失败的婚姻，并育有5个孩子。由于长期酗酒和吸食违禁品，史蒂夫早已失去亲人的信任，两任前妻都不允许孩子们与他联系。自40岁起，史蒂夫便沦为了孤家寡人，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流浪生活。My dad, he had a problem with alcohol and also had a drug habit. My mom cut off all connection between us. I think she was just worried that she didn't want us to go into the wrong footsteps. 2012年，史蒂夫流浪到了华盛顿特区，这里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法定庇护区之一。法律规定，政府在恶劣天气等特定情况下，必须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收容所。这项制度为史蒂夫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让他认识了未来的伴侣伊娜。伊娜出生于1976年，比史蒂夫小3岁，同样是一名无家可归者。两人因在收容所朝夕相处，很快产生好感，短短数周后便确立了恋爱关系。2013年，也就是交往1年后，史蒂夫和伊娜移居到了北达科他州的麦诺特市。他们最初寄居在史蒂夫朋友韦斯利闲置的房子里，后来又租下了一套简易的2居室。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史蒂夫和伊娜不再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但本质上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自从搬到麦诺特以来，史蒂夫从未想过外出工作，整日待在车库修修补补，消磨时间。而伊娜不仅同样如此，甚至连卫生都懒得打扫。他们的住所如同猪圈般脏乱不堪，地上到处都是垃圾和排泄物，生活可谓是一塌糊涂。然而即便如此，史蒂夫却在知天命的年纪迎来了暴富的机会。2023年8月，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邮件显示他在爱尔兰有一位神秘的富豪叔叔，这位叔叔已经离世，并且为他留下了一笔超过30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尽管史蒂夫从未听家人提起过这位神秘的叔叔，但穷苦了大半辈子的他依然相信这是命运伸出的援手，也是改变后半生的机会。他满心欢喜地将这一消息告知了最疼爱的儿子瑞安和相伴多年的伊娜，继承遗产的事宜也很快提上了日程。然而就在一切看似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悲剧突然降临。时年51岁的史蒂夫死在了领取遗产的最后时刻，这份巨额财富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残酷的讽刺。2023年9月4日中午12点左右，麦诺特警局接到伊娜的求助电话，他称史蒂夫疑似中暑引发呼吸衰竭，目前已经昏迷不醒，急需医疗救助。911, where's emergency? My husband really sick. He got heat stroke yesterday and now he's not waking up. Hey! Wake up! 接到报警后，警方率先抵达现场。只见史蒂夫倒在了床边的地板上，眼神涣散，呼吸微弱，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Steve, can you hear me? Has he taken anything? No. He drank beer yesterday. He was working on the truck. 伊娜简要向警方讲述了史蒂夫的情况，大致的意思是史蒂夫早在昨天就已经出现中暑症状，
但他拒绝就医，还喝了许多啤酒，在家硬撑了10几个小时，最终导致了病情恶化。He's on the crack of the bed right there. She tried to sit him up and he fell off the bed. 大约5分钟后，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警方向他们转述了伊娜告知的情况，随后史蒂夫便被送往了最近的医院。事后来看，当时医护人员很可能出现了工作失误，因为他们在将史蒂夫送到医院后，才发现医院没有 ICU 床位，根本无法实施抢救。之后史蒂夫又被紧急转移至其他医院，但也就在转院途中，史蒂夫出现了多次心脏骤停，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值得一提的是，转院的细节最初并未向外界透露，而且医院也很快为史蒂夫出具了自然死亡的证明。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判断是基于什么依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史蒂夫的死亡事件很快发生反转。2023年9月5日，也就是事发第2天，警方再次接到伊娜的报警电话。他称史蒂夫的朋友比利正试图偷盗史蒂夫的汽车，要求警方立即前来处理。警方赶到现场后，确实在车库内发现了比利，但比利坚决否认偷车指控，坚称自己只是在帮史蒂夫的儿子看管遗产，以防伊娜擅自变卖。Just keep her from not selling all his stuff.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Was it her husband? You're not married. Well, we can't babysit what she does, though. Right. Well, I mean, me and Steve, we're partners in all of this. The motor's mine, the trench his. Yeah. And I don't want her to sell it because we think she poisoned him. Yeah. I'm almost sure she poisoned him. So what's your plan right now? We're making sure nothing goes. 根据比利的说法，他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得知史蒂夫去世的消息，于是便自发来到现场帮忙看守史蒂夫的财产。因为在比利看来，史蒂夫根本不是死于中暑，而是遭到了伊娜的毒害，所以作为朋友，比利自认为有责任保护史蒂夫的财产，确保史蒂夫的儿子能够完全继承，而不是落入伊娜手里。比利之所以如此坚信伊娜毒害了史蒂夫，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史蒂夫即将继承来自爱尔兰叔叔留下的巨额遗产，但是这笔钱他并不打算与伊娜分享，而且还曾多次表示，只要遗产到手，他就会离开伊娜，这让伊娜产生了很大不满。另一方面，史蒂夫发病的时间也非常可疑，就在3天前，他刚刚联系上一位名叫理查德的英国律师。这位律师也就是负责处理史蒂夫叔叔遗产的人，史蒂夫必须通过他才能合法拿到那笔巨款。最初2人通过邮件约定了9月3号下午在米诺特机场见面，但到了约定的时间，史蒂夫却始终没能等到对方的出现。当晚7点，史蒂夫仍然心存不甘，于是便带着伊娜、比利以及另一位朋友韦斯利和韦斯利的儿子香农再次驱车来到了机场。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后不久，史蒂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头栽倒在了汽车里。当时比利和韦斯利都感觉史蒂夫的状态不对，应该立即送医治疗，但伊娜却不以为然，坚持要将史蒂夫送回家亲自照料，而且她还声称自己曾当过几十年的护士，有能力照顾好史蒂夫。由于伊娜的坚持，比利和韦斯利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将史蒂夫送回了住所。事后来看，伊娜这样做只不过是在拖延史蒂夫的治疗时间，因为第2天上午，韦斯利曾2次上门试图查看史蒂夫的情况，结果都被伊娜拒之门外。伊娜声称史蒂夫并不在家，昨晚就被送到了医院，但韦斯利跑遍了附近所有医院，却始终未能找到史蒂夫的下落，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伊娜编造的托词。他的真正目的是让史蒂夫错过最佳抢救机会，从而彻底丧失生还的可能。He went to Ever Clinic yesterday. He wasn't around. Went to the hospital. He wasn't there. He come back up here, knocked on the door. She wouldn't answer. And he hollered through the door. He said, he's not at none of them places. Well, as soon as he left, and he got almost by Walmart.She called the ambulance,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 虽然比利指责伊娜毒害了史蒂夫，并且也提到了许多细节，
但由于医院已经出具史蒂夫死于自然原因的证明，加上这次出警也只是为了处理比利涉嫌偷车的事情，所以比利的说法并未引起重视，警方更倾向于这只是他为了逃避偷车指控编造的借口。然而没想到的是，仅仅1天后，风向就发生了逆转。起因是史蒂夫的儿子瑞安并不认可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坚持要对史蒂夫进行尸检。结果显示，史蒂夫并非死于中暑，而是乙二醇中毒，也就是摄入了防冻液导致的死亡。这与比利当时的说法完全一致。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警方再次回到现场展开了调查。值得庆幸的是，伊娜没有打扫卫生的习惯，即便已经过去了2天，房间内仍然保留着大量证据。其中最主要的是，车库的工作台上有一个装有防冻液的杯子，客厅的沙发旁边还有一个敞开的清洁剂瓶子，里面同样装有相同的绿色防冻液。这些发现表明，史蒂夫应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下了掺有防冻液的啤酒或者饮料，本案的性质也因此转变成了谋杀。首先引起怀疑的自然是伊娜，因为她最有可能下毒，而且比利也指控了她下毒。但伊娜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很快又将矛头指向了比利。伊娜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比利与本案无关，那他为何会在尸检之前就已经知道史蒂夫死于中毒，又为何会在案发后频频出现在现场？显然，毒害史蒂夫的人正是比利，他多次出现在现场就是为了伺机销毁下毒的证据，根本不是所谓的帮忙看管财产。针对伊娜的说法，比利很快做出回应。他表示，伊娜早就有了毒害史蒂夫的想法，甚至曾用开玩笑的方式向朋友林恩传授过经验，声称防冻液口感发甜，很适合掺在饮料里。比利之所以如此坚信伊娜下毒，正是因为从林恩口中听说了这件事情。Lynn had said that her and Ina were joking about the boys being the boys. Something about them being frustrat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na said, hey, we could just put antifreeze in Billy and Steve's Gatorades and they would never know the difference. 不过由于比利和林恩的关系比较特殊，两人既是朋友也是情人，所以即使李恩证实了比利的说法，警方也不能轻易相信。于是他们找到了本案的另外2名知情者，维斯利和维斯利的儿子香农。这对父子是除了比利和伊娜外最了解史蒂夫情况的人，因为那晚他们也跟着史蒂夫去了机场等待所谓的遗产律师。Did he ever mention how much money he was getting? Did he say amount? Yeah, huge amount. 20 what? Well, he said the original was like 21 or 27 million, but he said it had just sat in this account, so it had accumulated interest. For years, it sat without adding the interest in. Then he came up with a new number. It went up by 3, 4, 5 million, maybe. 根据韦斯利父子的说法，史蒂夫确实即将继承一笔巨额遗产，而且伊娜也非常关心这笔钱的进展。她经常会偷看史蒂夫的手机和邮件，也会将一些重要的信息转发到自己的手机上。这些事情史蒂夫全都知情，而且他也知道伊娜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但即便如此，史蒂夫也从未想过要与伊娜分享这笔巨款。最初他曾向朋友说起过，领到遗产后会先给伊娜买套房子，然后再提出分手。但没过多久，史蒂夫又改变了想法，不仅不再提房子的事情，还经常会在私底下贬低伊娜，称伊娜是个疯婆子，两人凑在一起不过是搭伙过日子，既不是夫妻，也谈不上情感。总的来说，史蒂夫因为即将成为有钱人，对伊娜产生了嫌弃，而伊娜也因为自己得不到好处，对史蒂夫产生了不满。两人在案发那段时间关系非常紧张，正处于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韦斯利详细讲述了史蒂夫在机场昏倒的经过。除了提到比利所说的伊娜拒绝呼叫救护车，故意拖延治疗时间外，他还补充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史蒂夫在昏倒前曾亲口说过自己从未喝酒。这一说法与伊娜最初向警方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Has he taken anything? No. He drank nearly
事后，警方查看了史蒂夫的尸检报告，确认他的体内并未检测出酒精成分，这表明伊娜故意隐瞒了史蒂夫的真实情况，目的显然是为了误导急救人员，从而降低史蒂夫获救的可能性。很明显，伊娜就是毒害史蒂夫的凶手。接下来，警方重点调查了他的作案动机，也就是多位知情者提到的巨额遗产。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史蒂夫根本没有什么富豪叔叔，那位名叫理查德的律师也是虚构的人物。实际上，他只是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所谓的巨额遗产不过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如果史蒂夫还活着，下一步骗子就会引导他支付领取遗产的各种费用，大概率他会被骗到倾家荡产。 Steve, he did talk to me about that money. I told him not to get his hopes up. I kept feeding to him that, yo, bro, do you even know who this is? And everybody that hears that story is like, oh, that's a scam, that's a scam. But to Steve and Ina, it was 100% true. 虽然巨额遗产只是骗局，但伊娜为了遗产杀人却是真实的犯罪动机。乍一听，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脚，毕竟史蒂夫和伊娜从未结婚，即使史蒂夫去世，继承遗产的人也只会是他的儿子，根本轮不到伊娜。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事实确实就是这样，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伊娜早年长期流浪的经历纳入考量，她所做的一切也就不再显得毫无根据。换句话说，伊娜连老套的遗产诈骗都能相信，认知上限自然不会太高，所以作案之前没有考虑周全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无端的猜测，而是有事实依据。根据知情者丽贝卡的说法，伊娜和史蒂夫已经生活了10几年，虽然两人从未结婚，但伊娜总会以史蒂夫的妻子自居，因为在她看来，长期同居就等同于事实婚姻，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法律认可。实际上，美国确实有部分州承认事实婚姻关系，但北达科他州并不在其中，这就意味着即使史蒂夫的遗产是真的，伊娜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Please lock up my house. Yeah, we'll lock up the house for you. I'll give you the keys. Yeah, we'll lock your house up for you. Is there anything you need? Yes. Why me? 2023年10月30日，案发1个月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伊娜。尽管最初他仍然百般抵赖，声称史蒂夫是因为接受不了诈骗打击，自己喝下了防冻液，但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而且警方也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最终在6个月后的庭审听证会上，伊娜在律师的建议下承认了谋杀指控，并与警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据他供述，他是在史蒂夫的饮料中掺入了防冻液，作案动机也正是为了那笔并不存在的巨额遗产。How do you plead, man? Guilty or not guilty? Guilty. 根据认罪协议，伊娜被判处25年监禁，外加10年缓刑。按照目前的刑期安排，她预计将在2045年刑满出狱。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